美国 F-35战机与俄罗斯的苏-57正面交锋，俄乌战线发生重大变化，俄军全线攻势遭乌军挫败。伊朗航母正式服役，战斗性能究竟如何？川普与泽连斯基再度通话，并初步达成了5000亿美元的稀土资源的交易。美军援乌的激光武器已部署到前线，并且获得首个战果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认为，在谈判中，俄方展现出了诚意，这也标志着我们朝着正确方向前进。星期二早些时候，川普宣布将派遣财政部长贝森特前往乌克兰，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，商讨稀土交易的具体详情。2月11号，第15届印度航展正式开幕。本届航展是印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，共有900多家军工厂商参加。这届航展最大亮点无疑是俄罗斯的苏-57战机与美国的 F-35战机同时亮相了。到底谁会更吸引眼球，也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。此番苏-57能够和 F-35同台竞技，自然少不了比较。苏-57和 F-35呢，都是两国顶尖的5代战机，世界战机的佼佼者，平时呢就没少拿来做比较。F-35采用高频 X 波段雷达与吸波涂层，雷达反射截面积仅相当于高尔夫球大小，而且其进气道设计优化了隐身效果。苏-57虽然宣称 RCS 为 0.1 平方米，但其笔直的进气道和机身细节的处理粗糙，比如机翼前缘螺钉凹凸不平，导致实际的隐身能力必然是逊于 F-35的。F-35配备了多传感器融合系统，可实时整合雷达、光电、电子战数据，生成全景战场态势，并共享给友军，堪称空中信息枢纽。而苏-57虽然装备了 N036 松鼠雷达，探测距离为400公里，并且配有 L 波段雷达反制隐身目标，但其航电系统集成度较低，电子战能力弱于 F-35。不过苏-57凭借双发30吨推力发动机以及3维矢量喷口，可以完成眼镜蛇机动、落叶飘等高难度动作，近距离格斗理论上是要优于 F-35的。但是苏-57因为隐身缺陷，不敢深入敌方防空圈，导致其引以为傲的机动性沦为了摆设。所以即便苏-57机动性能非常强大，但在空战中未必会占据优势，因为 F-35根本不会给他靠近搏斗的机会。所以当这两架飞机在战场上遭遇时，大概率会是这种情况。F-35目前全球量产已超过1000架，美军依托基数庞大的形成了数量加质量的压制。苏-57因为研发拖欠和资金短缺，目前仅服役10余架，而且印度退出后合作产能雪上加霜，导致苏-57的进度非常慢。苏-57恐怕很长时间内呢都无法赶超 F-35的数量。从各个方面数据呢，我们能够看出 F-35在航电、隐身性能等方面领先苏-57，苏-57在机动性、载弹量等方面比 F-35略有优势。综合来看，两款战机也是各有优劣，在实际作战中 F-35显然是占优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场的局势。首先来看哈尔科夫方向。2月11号，俄军向哈尔科夫市东北部的沃夫昌斯克附近发动地面攻势。由于此处的乌军顽强抵抗，致使俄军未取得任何进展。而乌克兰军队向北缓慢推进，并且完全控制了利普奇及周边地区，并且使用无人机操作员摧毁了俄罗斯阵地和后勤，弥补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炮兵优势。在卢甘斯克州方向，俄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以北发动地面攻击。俄军攻击了库皮扬斯克和沃夫昌斯克之间的乌克兰阵地，并且付出了较大的损失。在库皮扬斯克的东北部，乌克兰军队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反击，重新夺回了数个据点。目前双方仍处在拉锯状态。
莱曼方向，俄军仍然不死心，继续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攻势。乌军依靠地形和堑壕阵地顽强抵抗俄军，此处双方交战得异常惨烈。在库拉霍夫方向，俄军继续进攻库拉霍夫西北部的舍普琴科和安德烈夫卡附近地区，库拉霍夫西北部达赫内和科斯提扬特诺波尔附近地区，以及库拉霍夫西南部的泽列尼夫卡附近地区。目前，乌军在达赫内西南郊区仍占据优势地位。在库拉霍夫方向作战的乌克兰旅的发言人表示，俄军正试图找出乌军防线的薄弱之处，但阴雨多雾的天气条件导致地面松软，阻碍了俄军在该地区使用装备。总的来说，俄军近期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攻势，几乎每条战线都发生在高强度的战斗，但乌军的防御阵地已经十分完善，俄军的攻势目前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，反而付出了较大的伤亡。伊朗海军近年来在水面舰艇上发展呢是动作频频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新型航空母舰的建造计划。关于伊朗新航母的性能，目前公开的信息较少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资料和分析入手，对其进行初步的解读。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长240米，宽32米，满载排水量为4万吨级，最大航速不太可能低于20节。舰载武装为一座卡曼德型6管30毫米速射炮，2座用途未知的白色装备，4座双联装具体用途不明的导弹发射器。舰长240米的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飞行甲板长度只有180米，空间浪费比较严重。长度比不上同尺寸的出云级和加富尔级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是沙希德巴盖里号的飞行甲板也算不上短。沙希德巴盖里号集装箱航母呢，综合性能是比不上常规航母的，不论是抗打击能力、防空能力、抗沉性、损管能力、舰载机调度能力、态势感知能力方面都是如此。但是凭借搭载的无人机，沙希德巴盖里号也拥有了一定的对地、对空、对海的打击能力。伊朗新航母的性能究竟如何，目前仍有许多未知数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航母的出现将对伊朗海军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，并且可能改变地区海上力量的格局。据美联社11号报道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，他近期可能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通话。其任命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凯洛格将会很快访问乌克兰。据报道，凯洛格将在2月14到16号举行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。此前有消息称，凯洛格可能在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公布特朗普的俄乌和平计划。凯洛格对此予以了否认。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，白宫正式确定和平计划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特朗普在采访中强调，美国继续为基辅提供援助而不寻求回报是愚蠢的。我希望我们的援助资金得到保障。乌克兰有宝贵的土地，有稀土、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。特朗普特别提到了乌克兰的稀土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想要同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价值5000亿美元的稀土，他们基本上同意了。泽连斯基10号称，希望美国为乌提供真正的和平和有效的安全保证，不仅保护乌克兰人的安全、国家的安全、经济的安全，当然还有我们资源的可持续性。这不仅对乌克兰，而且对整个世界有利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司令部司令瓦迪姆·苏哈列夫斯基表示，乌克兰已经开始针对俄罗斯军队部署激光武器，该技术已经能够打击敌方目标了。苏哈列夫斯基在接受自由电台采访时证实，乌克兰国防部门正在积极参与旨在推进创新的军事技术的研发项目，其中一个重点呢是对抗敌机和无人机系统，包括伊朗制造的 SHAD 无人机。苏哈列夫斯基表示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激光技术已经能够打击特定高度的特定目标。乌克兰一直在研发定向能武器，这是其加强防空和应对无人机威胁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。苏哈列夫斯基强调，专门引入针对这些挑战的专业团队是适应现代战争的关键一步。
此前，该指挥官透露，乌克兰拥有一种名为 Trasber 的本土激光武器系统。据报道，该系统能够击落高度超过2公里的无人机。如今，无人机在战斗中的使用日益频繁，尤其是俄罗斯军队使用的 Shad 神风无人机，这促使乌克兰开发和部署超越传统防空系统的对抗措施。激光技术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潜在游戏规则改变者。它提供了一种经济、高效且精确的方法来消除空中威胁。随着战争的继续，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装备陆续出现在俄乌战场上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